這場戰爭現在中國真的出手了嗎？我們今天要來看到的是伊朗他自己說的底氣來自於哪裡呢？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軍事合作了。等一下一起來關心俄羅斯跟中國大陸各提供了哪一些武器。現在根據了解，初步有包括了速35、北斗等等掀起全面反攻，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。好，川普一直在說呢，这個伊朗已經徹底被我們擊敗了，但是怎麼樣大家看都覺得到現在啊，伊朗都沒有任何投降跟停戰的可能性。主要伊朗的底氣來自於哪裡呢？其實許多的專家都在分析說，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跟這個俄羅斯給予他的底氣。伊朗外長自己這樣說的，他說俄羅斯跟中國是伊朗的戰略的夥伴。那麼德黑蘭現在目前呢，正在接受2個國家提供給我們的軍事的合作。那這當中我們特別來關心到中國提供了哪一些，那麼俄羅斯又提供了哪些呢？中國大陸的部分提供的就是北斗衛星，給予它更高的一個精度跟穩定度來做打擊，讓這個飛彈的攻擊可以更致命。再來看到是俄羅斯，根據烏克蘭媒體的說法，長久以來秘密提供伊朗它的戰機，這當中包括今天看到的2款，像是雅克130教練機，另外還會再交付的就是它的速35戰鬥機了，將會大幅的提升伊朗它的空軍戰力。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呂艦長，中俄未來還可能提供哪一些武器？那麼也來分析一下，包括了北斗跟速35對於伊朗戰力有多大的提升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，例如說見證者136，或者是剛剛講到的尼什飛彈，為什麼這麼樣的精準？其實就是來自於它的定位系統。那它的定位系統呢？那當然它用的不會是 GPS， 因為美國它會適時的在交戰區把這一個一般民用的 GPS 的這一個碼，它的誤差變得更大。那美軍自己使用軍碼，那它的這個誤差度大概也就是甚至在30公分到50公分這麼短的一個距離啊。那但是如果說我們來看看，如果是換成北斗嘞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各位觀眾左手邊的這個是 GPS 的星座，那在右手邊的這是北斗的星座。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，其實北斗它的数量是比 GPS 來得多的，而且它的軌道有非常多的多樣性。也就是如果我們來看GPS 的話，它都是在中軌道。那這中軌道呢，一般來講，也就是我們講到說，在這一個20200的这一個軌道上，這是 GPS 的軌道。那但是呢，同樣的北斗也有這個軌道，中軌道。那北斗用的是21500公里的軌道，其實是有一點差別的。但是它還有另外2種軌道，其實這2種軌道其實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談到的，也就是同步軌道。同步軌道呢，其實一般來講，只要有3顆星、3顆衛星，就可以完全的包覆整個地球。那它為什麼需要這樣做？因為這樣做它可以提供的精度以及它的覆蓋率更為全面。那我們剛剛講到有關於 GPS， 它一共在軌的大部分是30顆星，可是一般來講，它可以提供訊號的約略在24顆左右。那以北斗來講，北斗其實就是完整我們剛剛講的35顆星，而且呢，其實北斗當初它的設計，它大部分的改變了，就是說它的頻率使用部分，它盡量避免了跟這個黃色的 GPS 相同。那我們看到北斗是粉紅色的部分，我們看到北斗的粉紅色的部分幾乎都沒有跟 GPS 重疊，為什麼？因為可能 GPS 也具有干擾的功能啊，那這也是我們講到的部分啊。那另外，其實北斗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，也就是它可以作為一種差分式的定位，也就是它有個固定式的一個標杆可以進行定位。其實 GPS 也有，但是 GPS 呢，它的這一個數量比較少。那對於北斗來講，它全球覆蓋有100多個這種標杆。如果說有標杆的話呢，它的這一個誤差可以小到只有10公分。那我們來看我們常常講中國大陸，無論是
百度或者是高德地圖啊，那其實它的這種都是使用北斗的訊號，那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。例如說，以這個訊號而言，它其實還搭配了這一個也就是互聯網的部分，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說，如果使用高德地圖在中國大陸的話，它可以幫你倒數你的紅燈還有幾秒鐘，倒數3秒的時候，它也會告訴你準備啟動。那我去年去大陸的時候，我竟然發現他們還有告訴你前面有施工的狀態，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個上面啊，它其實就是標注出有施工的狀況，有施工的狀況，你就可以提供那個我們現在這種輔助駕駛，讓你預警前面有施工而不去撞到。那它其實它的原理很簡單，它就在这個警示燈上面，其實就發送了訊號，然後你的北斗接收器就能夠接收。那至於說我們講到這個蘇凱35的部分呢，還沒接收，那也就是目前沒有戰力，只能夠等到未來下一次可能發生的戰爭才會使用。好，這個是伊朗接收到來自於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在軍事上面的援助哦，來自於媒體最新的消息。那另外一方面，現在呢，這個美國則是看在眼裡，他現在也開始調兵遣將到中東地區去了。首先派的就是2500人的一個本來駐派在沖繩的第31陸戰隊遠征隊，然後呢還有再派一艘是迪黎波里號它的2棲突擊艦前往中東，目標直指就是伊朗在荷姆茲布設的水雷跟奪島據點等等。那現在大家在關注美軍到底接下來會不會發動地面戰？再來就是說，這一支陸戰遠征隊它是大有來頭的，被稱作是美國的911部隊，2001年曾經進入到阿富汗的最前線去打仗。那除此之外，美國還除了剛剛我們講的從日本調派兵力之外，還從南韓調回了包括它的這個薩德跟愛國者系統，前往中東去做支援。現在來自於《紐約時報》做的最新分析，他說呢，美國做這些動作代表的意思就是亞洲不是美國的最優先戰場，這是第一個訊號。第二個訊號就是中國影響力提升，接下來會提升。第三個就是各國不能單靠美國的武器來做撐場了。所以先請教楊老師怎麼看這個部隊的意義？第31的陸戰隊遠征意義，美軍抽兵力從這個亞洲往中東，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？他比較在意中東嗎？老師怎麼看？我個人覺得，現在美國、以色列跟伊朗打的這個戰爭啊，如果再持續下去，擴大甚至到地面戰，我覺得這就是美國的霸權帝國衰退的一個里程碑了。過去從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，我們就看到在中東地區，其實美國就不斷的在這邊被牽制，然後呢，搞得人仰馬翻，結果呢，沒有任何在這種帝國戰事上的成就。那相反的，它反而是展現了比較單邊的帝國主義式的這種入侵。這一次呢，其實從就是國際秩序而言，它的攻擊，一方面你都跟人家在日內瓦談得這麼清楚了，結果呢，馬上的進行斬首，所以也沒有當然任何的證據或者是聯合國的授權，所以我是覺得在它的軍事以外，我們先講哈，美國的領導在這一次顯現的太驕傲了，而且太自以為是，這就是霸權一個最嚴重的。第二個，他的國內是太分裂了，他的國會的投票完全按照政黨的這種對立來投票啊。那我們知道，啟動選舉之後，這個可能會變。第三個呢，就是他的盟邦啊，現在完全都不跟他一起了。澳洲已經第一時間跳出來說不會派軍艦到荷姆茲海峽。那接下來這軍事呢，你的戰略目標不明，然後你的戰術又被動，你現在派任何的部隊，其實你再經過轟炸或者是地面的戰爭，以伊朗這種9100萬的人口、高原的地形，然後它可以破壞整個區域的這種石油設施，其實它就跟你基本上玩這種所謂的就是這種所謂的這種零和遊戲。那美國自己本身大概玩不下去，所以他到一定的時間，他做這個停損點的時候呢，等你真的如果搞下去，你再做停損點，其實到後來損傷最大的是自己。還不如乾脆在這個3月底以前哦，趕快就是自己宣布勝利，停火、停戰，然後你去看伊朗怎麼辦？
它會繼續打個3天5天，它也大概會停下來，那就進入到冷和的這種狀態。這是以前伊朗跟美國的、跟以色列的這種情況。那這樣子至少雙方都有機會去喘息，然後不會把事情惡化。美國不會在這個問題當中把自己的霸權的地位給賠進去，荷姆茲海峽慢慢的也可以恢復。是好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其實我們也來看，那針對於未來有沒有這個專家做了一個預言，就是美國的霸權是不是會在這一次的戰事上面崩解？那預言這一次的其實就是加拿大的這個華裔學者，他叫做江學勤，他有這個江先知的稱號，尤其是在2024年的時候公開講座，精準的預言了幾件事情。首先，他預言說川普會在當選美國總統，副手會是范斯。他也預測了是說2025到2026川普將會對伊朗開戰，結果全部兌現之後。又有第3個預言，所以大家備受關注，就是因為他說了，美國會輸掉這場戰爭，石油美元體系崩塌，美國霸權會永久動搖，全球秩序會因此重塑。委員怎麼看？這些所有的預測當然是很有趣了哈。不過江學勤先生哈，他是那個耶魯大學還是牛津大學大學部畢業的，然後在北京大學的附屬中學裡面教書啊，他教的課就很有趣，他教歷史的啊。他本來是學英文，後來教歷史啊。那教歷史啊，他很喜歡用歷史來揣測未來。然後他的框架是誰呢？用誰的框架呢？他的框架不是他自己發明的，他的框架是波士頓大學教授，一個在美國非常有名的叫 Isaac Asimov 啊。他其實是一個科學家，他不是歷史學家，但他寫了很多這種歷史寓言小說，蠻有趣的，我看過幾本，蠻有趣的哈。那他在這個江學勤在2024年5月29日的 YouTube 上面哈，發表了這個說他預測這個川普會當選美國總統，副手叫 JD Vance， 這個時間點應該不叫預測啦。哦，這個時間點，因為在3月份，川普已經被提名美國總統了，可是民主黨的人還沒出來，民主黨還在到底是要拜登呢，還是要誰啊？還在弄啊。民主黨到了8月才出來哈，然後在4月份哈，范斯就是在副總統名單的第1名。啊，所以這個不叫做預測，而是那個時候全美國所有的賭注都認為川普會贏啊。范斯是副總統，所以這一步我們不能夠把它當做他的預測。大家很神的地方是說，預測到川普會對伊朗發動戰爭哈。那這個他是在2024年5月29號預測，這是很神。但是他的典故是來自於我講的那個Isaac Asimov 的小說啊，情節幾乎是一模一樣，但是他做了一個預測哈，未來說美國將輸掉這場戰爭，那就看你怎麼去定義輸跟贏。這場戰爭最詭異的地方是，每一個人都可以說對方輸，每一個人都可以說自己贏，這很特殊的。但是我從戰略角度來講，美國如果失去了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，那絕對是美國輸。因為軍人死傷幾個，導彈用幾個，那已經不是重點。在看戰爭啊，先看大戰略。大戰略的要點，如果輸了就是輸了。那美國輸就輸在荷姆茲海峽是不是被伊朗控制？那伊朗的確被打得很殘破，這個政權能不能持續下去，我也不樂觀。但是如果以後伊朗控制了荷姆茲海峽，可以威脅所有的波斯灣國家，這伊朗在戰略上的大勝。即使全國人民死一半都值得。平常心講，從戰略角度來看是這樣。那荷姆茲海峽當然跟以色列沒有關係，但是如果讓伊朗控制了荷姆茲海峽，伊朗以後可以發展更多的軍力，你以色列就會更麻煩，所以以色列會輸。所以輸贏我的標準是，當然別人不一定，我的標準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到底在你美國手上，還是未來會跑到伊朗手上，這個是判斷的標準。那美元體系不會瓦解啦，你只要看看這一場打了以後，石油價格暴漲，美元也跟着大漲啊。反而大家是拋黃金、拋股票為了去買石油，所以大家去搶美元。好，所以但我知道很多人對石油美元的定義啊，可能跟經濟學家的用的定義不太一樣。當時的石油美元的定義是，美國自己拿美元來買
石油，那當時是美國是石油最大進口國嘛，是用美元來買石油，所以阿拉伯國家、產油國家手上很多的美元，那美國就答應他們說，我讓你們隨時可以在美國投資任何東西，所以美國的資本市場對阿拉伯國家全面開放，是，所以阿拉伯國家拿到美元，他就沒有這個擔憂，但是俄烏戰爭就造成一個結果，原來美元還可以被凍結的，還可以被沒收的，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去美元化，很多國家開始買黃金，可是美元一直處於弱勢，一直落到了這一場戰爭開始。你要發現，要買石油，美國不用買，我們買石油還是只能用美元，因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市场都有一定的限制。比如中國大陸很大，那人民幣為什麼行不通？只能很局限的使用，是因為中國大陸資本市场沒有開放。然後日本的資本市場相對美國資本市場又太小，是。那歐洲就更不用講了，那個歐元是蠻殘破的哈，特別是俄烏戰爭一打，所以全世界現在可以通行來買石油還是美元，所以美元現在已經漲破了指數100，它是3年來第一次啊，所以我不認為這個所謂石油美元體系瓦解，因為我不曉得它所謂的瓦解的定義是什麼，這個可能會含含糊糊解釋了哈。但是美國霸權永遠崩潰，永久崩潰哈。霸權永久崩溃的焦點就是我講了，它必須3大戰略控制點失掉至少1個，荷姆斯海峽、馬六甲海峽跟巴拿馬運河。那如果未來3個還在它控制底下，那你說霸權會結束，可能還早。好，謝謝委員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。強權崛起，小國生存。現在與未來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，盡在環球大